有些病人呢，他可以告诉你好的，医生啊，医生我想拿掉这个 oxygen 了，我不要再撑下去了，可以吗？所以什么是比较安心的往生呢？你要知道吗？怎样去啊？这个人死的这么安详啊，这样到底我们怎样可以安详的往生？这个是我们需要的，因为你不要想到啊，这不关我事哦，我都不要觉得自己不关我事哦。我们今天讲得到这句话，因为迟点我都是会往生的，我不知道几时班的嘛，对吗？这样我们的 ultimate 就是我们最要的都是要安详的往生，对吗？对。这样安详的往生就是跟着，就是随着这个症状，跟随它的去放松的去，只是随从它。跟着这个 process 一直下去，然后你辛苦，就告诉大家哦，我在口渴，可以帮忙我一下，他们给你血解决你。如果你痛，你告诉医生，医生给你止痛药，只是那种止痛药是不要昏沉的哦。我先告诉大家，不要有昏沉的药，就是说你要尽量在最精神的情况下往生。意思说，你可以在你自己 control 下，意思说自己可以在选择死亡的时候，意思说不在选择，在死亡时候选择自己的的疼痛是怎么样子，怎样的放松自己啊。我要你可以在这个 control 下慢慢的往生，那是比较好的往生。然后清醒的往生，可以自主的往生，就是说。有些人你看到我，其实有些病人呢，他可以告诉你好的，医生啊，医生我想拿掉这个 oxygen 了，我不要再撑下去了，可以吗？我会尊敬那个病人，他就拿掉这个 oxygen， 然后就躺着，就慢慢就完成，他就是在那几分钟就是去了。他是很精神哦，这样子的人，对吗？就是我所说的，有这个自己可以主宰能力，然后这种人就是会最勇敢，因为他可以 control 自己身体，他就没这样怕嘛。对，有这个自主权，得抓住这个自主权，去选择，那是最厉害的往生的。一个境界。可是这个也是要很大的福报啦。我是说的很大的福报，就是说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可能，有这样的那个福报可以这样子往生。所以很多时候所以你会觉得很残忍啊！哇，给他这样拿去就是这样去了，不是啊？我觉得是每个病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啊，他们死的时候都要有那种。我们尊敬他的尊严的最后一层的尊严，我们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尊敬病人要的一切，好像说在临终关怀的其中呢，病人说我不想要做化疗，不想做这些东西的话，如果是家人已经跟他商量过，已经给了他很多 option， 他还是不要一意孤行的话，你不能逼他去接受，让他去选择，因为他是他的身体。他自己知道他要怎样的如果是没有家庭背景的人，只是单身汉一个的话，或者是单身女生的话，要怎么好呢？最重要的就是买一个保险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叫推销保险哦，这个我很赞成这个，我觉得要有钱，就是说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就住进那个临终，我们讲 hospice 之类的，有人可以帮忙你。或者是有一个宗教，就住在宗教的寺院里面呢，就是在那边往生，会比较容易的去往生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，因为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呢，都有很多单身的人哦，他们要准备一下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怎样去对自己的往生
做一个准备啊，因为一个人始终都好是比较孤单的，然后在往生路程身边有个人来照顾你是怎样都会好过一个人过，除非你是那种不喜欢别人来，哎呀你不要理我了那种这样我没办法。可是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就有一些医药保障啊，或者是有钱的话，就是注入那些有些我叫 hospital 啊，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可以跟你往生的，或者是住在寺院里面啊，你们自己有自己宗教的寺院的话，或者是你寺院里面朋友啊，都可以过来帮你解决你的在你家里帮你解决一下，朋友很重要哈。这类型的都可以帮忙我们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，减轻我们的痛苦。对，就不管怎样，最后还是说再怎样铁的单身汉了，还是真的需要一个寄托，因为我相信人他不是永远都有勇气的，尤其是心智最脆弱的时候，我从doctor这边看到，所以还是交一些朋友啦，认识一些，出去参与一些活动，兄弟姐妹也可以兄弟姐妹，或者是子女侄儿啊，那些都好，他们都可以帮你。不要整天觉得自己一个人呢，我就孤僻这样子，就不要依了什么的，不可以，你要积极的去找这些帮助哦。没有你以后，这样子的，关系稍好一点好吗？明白了。